大家好，我是林玉成，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过去10多年我经历的一段台湾茶的美好旅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见了这片土地上许多美好风味，我也看见了传统茶道渐渐脱离现代人的生活。我也从一个消费者变成一个品牌的经营者。我的经营理念就是让台湾茶的美好更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。所有的故事要从我大学的时候喝到第一杯茶开始说起。大学2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表哥打电话给我，叫我翘课去他家喝茶。我表哥是一个对传统茶道非常有研究的人，我满心期待去他家立刻有好茶喝。结果到了他家，他才开始把瓦斯炉打开烧水，而且拿出计时器去计算这个水要烧多久。我心里很纳闷，表哥你怎么不把茶先泡好呢？我来立刻就可以喝了。他淡淡的回了我一句话：这样子茶就不好喝了。我听完之后很无言，但好像也不能提出什么样的抗议。好不容易水滚了，茶泡好了，他拿了2个杯子给我，一个是高的杯子有装茶，矮的杯子是空的。我很直觉的把高的杯子准备要拿起来喝的时候，被表哥阻止了。玉成啊，高的杯子是闻香杯，你要把闻香杯里面的茶倒到矮的杯子里面，然后呢，把空的闻香杯凑近你的鼻子，去感受茶的香气，接着再把矮的杯子里面的茶喝掉。我听完他的说明，心里就想，我再也不要来喝茶了，喝一杯茶这么麻烦。但是这杯茶喝下去之后呢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天哪，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喝的东西？我立刻问表哥：“表哥，你有加糖吗？这个茶怎么喝起来甜甜的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我不就在你面前泡，怎么会有加糖？”正当我开口要第2杯茶的时候，我整个口腔呼出的是兰花的香气。我生平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什么是兰花的香气。这杯茶是梨山的高山茶，因为这杯茶，我深深爱上了台湾茶。从此之后，不用表哥叫我翘课，我自己很努力的翘课，到处跑茶行、试喝茶、买茶叶、买茶具、学泡茶。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件事：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愿意喝茶，因为他们觉得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。那我也深刻的体会了传统茶道的3个好。第一个好，好困难；第2个好，好麻烦；第3个好，好花时间。就是这些原因，大家都不喝茶。既然我是一个消费者，好喝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我很想要知道大家是如何定义好茶以及好喝。百年常常跟我说，我的爷爷的爷爷就开始卖茶，我卖的茶一定是好茶。有些品牌告诉我，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以有机的方式耕种，所以我的茶一定好喝。有些品牌，它标榜它的制茶技术好棒棒，烘焙技术1级棒，所以它的茶一定很好喝。这些论述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，可是对我来说又不够完整。我自己在学茶过程中也遇到几个问题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因为大家是这么说的，台湾只有乌龙茶，但是我喝过有兰花香气的，有栀子花香的，还有奶糖香的，味道都不一样，为什么叫同一个名字？那真的很奇怪。因为最早接触的是高山茶，那高山茶的领域中有一个名字叫山头气，比如说梨山茶有属于梨山茶的山头气。阿里山、山梨溪也有属于它的山头气。我问了很多人，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山头气？没有人能讲得清楚、说得明白。再来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觉得颜色很深的茶一定很浓很苦，后来才发现，哇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。然后呢，越喝越多茶，又发现一件事情：为什么有些茶是圆形的？比如说乌龙茶。那为什么有些茶，比如说像文山包种茶，它就是长条的条索状的？那为什么有些茶像东方美人是比较短的扇状的？那当然还有一些茶，茉莉花茶是更细碎的短索状。都是茶，为什么需要这些形状？我看了很多书，问了很多人，找不到标准答案，所以只好自己来，从台湾茶的历史以及回归茶叶的本质，突破了困境。各位知道为什么会有台湾茶吗？好，100多年前，福建人带了100多种的茶树来到了台湾，带了100多种茶树，也象征了他把100多种的制茶工艺带到了台湾，所以台湾会有很多不同烘焙程度、
不同发酵程度、不同形状的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福建人来到台湾之后呢，先在台湾的北部，接着重心慢慢的转移到台湾的中部以及南部。那么在民国70年以前，台湾是世界的茶叶代工厂，我们曾经把茶卖到全世界140多个国家，卖日本人卖日本绿茶，卖英国人就是卖他要喝的红茶。所以对于台湾的师傅来说，制茶师傅来说，他什么茶都会做。那么民国70年以后，因为土地、人工成本的上涨，只好转型做内销精致的乌龙茶时代。那到这个时候，台湾茶才真正的有国际的地位。好，那回归茶叶的本质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很多人告诉我，人是决定茶叶好不好喝的关键。我很庆幸，在我喝茶的过程中，认识了一位有40年制茶经验的老师傅。40年的意义就是说，他曾经经历过台湾茶的外销时代，当然也正在经历目前这个黄金的乌龙茶时代。所以制茶这件事对他来说完全是没有疑惑的，他什么茶都会做。但我却常听他这样子说：“哎，气候不好哦，我们师傅再会做茶，我们也做不出好茶。像今年的春茶，因为干旱，那个茶普遍都缺了一个甘甜的口感，或者是采茶的时候，如果那几天下雨，空气的湿度太高，哦，我们再厉害，茶也不会香。”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在一个如此制茶功力如此深厚底蕴的人面前，他面对大自然是如此的谦卑。我确信了，大自然才是决定好不好喝的关键。懂了这些之后呢，我确信全世界最好的茶就是台湾茶。3个原因：第一个，台湾有丰富多元的茶树品种，除了福建人带来的这些，台湾有个官方机构叫茶叶改良厂，他们不断地在培育新的茶树品种，创作新的气味。第二，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。目前全世界有产茶历史的国家，其实都好几百年了，只有台湾的高山是近100年来才有人进去开发的。所以台湾有非常自然原始的环境，以及非常肥沃的土壤，能够孕育出最优秀的茶树。第三，100年来与时并进的制茶工艺，福建人把这些技术交给了台湾人之后，在这100年间，台湾的制茶师傅不断地把这些技术改良、提升、进化，乃至于最后做出了全世界最好的茶。所有我们喝到的茶，我们喝到的这些味道，它都有3个内涵：品种、茶树品种、风土、工艺。好，品种听起来有点抽象，我用花来做比喻：玫瑰花、桂花、茉莉花长得不一样，香气也不一样。所以茶树虽然长得都很像，可是每一种茶树品种，它都有它自己的香气。比如说，常见的高山茶，它是标准来说，它是清新乌龙种。清新乌龙种就有兰花的香气。金萱茶，哦，金萱也是一个茶树品种，它就有奶糖香。风土不同的产地可以孕育茶树不同的气质。我们用人来做比喻好了，一个黄种人，哦，他在台湾长大，或者是他在美国长大，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、看的，全都不一样，是不是很自然的就会形塑出它不同的气质？茶树也是一样的，以一棵带有兰花香气的清新乌龙种的茶树来比喻，种在梨山的味道比较优雅，哦，种在山林溪的喝起来通常比较刚劲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什么是山头气。山头气就是茶园的所有自然条件，包含了阳光、空气、土壤、水。茶不是蔬菜，采收之后不能直接吃，也不能直接喝，它还必须经过制茶的工艺。台湾有很多制茶工艺，比如说烘焙的茶能够让茶有温润的口感，发酵的茶能够让茶有果蜜的香气，还有一些形状是圆形的茶，这其实是用了团揉的工艺，增加茶汤的韵味。有些茶条索状的，譬如说包种茶，它就是为了要凸显茶的香气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在学茶的过程中，大家是这样形容这个茶要怎么喝的：你这个茶喝下去之后呢，会有喉韵，会生津，会回甘，而且还会气贯天灵。
哦，这个对当年的我来说，简直就像看到天书一样，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多年后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对于初学的人来说，如果要这样子去说茶，实在是太困难了。对我来说，台湾茶就是天然的香水，所以呢，借用香水前中后味的概念，我把一个喝茶的过程分成3个阶段。前味是喝茶前你鼻子闻到的香气，中味茶汤在口腔中的甘甜度和滑顺度，所以中味是包含了味道以及触感的。后味茶汤吞下去之后所有的身心灵感觉，有些茶喝下去，茶香会留在口腔中；有些茶喉头会有暖暖稠稠的感觉，也就是喉韵；有些茶喝完之后神清气爽。我现在讲的都是比较好的感觉。有些东西，有一些茶，你吃下去、喝下去之后，头晕、头痛、胃痛，哦，这就属于比较不好的后味。我喝茶喝很多年，很多人说哇，我觉得你好有品味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说，不用会喝茶也可以有品味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可以用前中后味的概念去辨识你生活中所有的食物、饮品，它的品质好坏，那么我告诉各位，关键点在后味。后味如果造成你一些不舒服的感觉，这个东西通常不太好。那么你懂得拒绝来自四面八方的坏东西，你也是一个有品味的人。好，在我生长的过程中啊，我喝茶喝10多年，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：生活中的食物越来越少，食品越来越多。有一天我走进便利商店，要买一包饼干。我拿起来之后，忍不住看了后面的那个食品成分标示，哇，上面有好多可怕的食品添加剂，我必须要用天干地支这些甲乙丙丁戊己还有说文解字，我才读得出来。哦，那我就在想啊，这些食品添加剂，你虽然短时间吃你好像无感，没有什么差，可是长时间吃一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很多伤害。好，饮食在地，喝茶喝了很久。改变了我很多消费习惯，包含了饮食在地这件事。我常常陪太太去菜市场买菜，去了菜市场，我才知道菜市场卖的好多东西都不是台湾来的。我们有智利的苹果、纽西兰的奇异果、美国来的红萝卜、马铃薯、洋葱。然后呢，毕业的时候啊，我有一段时间我在日本工作，我住在日本千叶县，因为那时候一个人住，常常要去超市买东西，自己回家料理。很奇怪哦，千叶县生产的永远最先卖完。我就问我日本的同事，为什么啊？你们为什么是这样买东西？他说，啊，不是最新鲜吗？原来任何的食材经过了长时间、长距离的运输，它的状态早就被改变了。如果你要去品尝食材最新鲜的风味，饮食在地是绝对必要的。好，价值与价格。以前我买东西只看价格，东西便宜我就买很多。有些吃的喝的啊，就好像都不用钱一样拼命买。结果发生什么事？吃不完也喝不完，摆在那边坏掉，造成很多浪费。再来有一些用品，其实也不是真的需要，但是因为便宜就买了，结果买在那边1、2次就摆着也不用。后来我就重新思考我的消费习惯，这样是不可以的。如果我们买东西之前先从价值去思考，首先判断这个东西你需不需要，第二个这个东西的品质，它的生产整个过程到底好或不好，最后呢再衡量价格，你的口袋的深度。当我这样改变之后，发现了什么事情？我生活中减少了很多浪费。那我每一个买到的东西，我都特别喜欢，也格外的珍惜。好。喝茶喝了很多年，然后当然喝到了很多好茶。我也因为茶重新的认识了台湾自然与人文的美好价值。但是今天在最后，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茶最迷人的3个本质：宁静、亲切、无价的相聚时光。我有些朋友啊，他们一到假日，他就跑去订那种很高级的度假村，或是往郊区跑。我就问他们为什么，他说，我想要找寻心灵的片刻宁静。我跟他说不用这么麻烦了，你平常啊拿一个马克杯，泡个茶包，
热水一冲下去，茶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。热水冲下去，香气你就感受得到，在等待它的味道释放的同时，然后接着你再喝一口，整个宁静的感觉。我常跟他说，这叫做什么？心中的一亩田，心中的一亩田就油然而生了。哦，那我又跟他说，如果你可以在生活中常常实践这种瞬间的感动，那你一定可以看到生命永恒的禅意。所以第一个本质是宁静，第二个本质亲切。我觉得茶跟咖啡、酒比起来，它其实是最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的媒介。在我的生活中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总是创造很多和同事、家人喝茶的机会。喝茶的时候，难免很多问题就会拿出来聊。有很好的沟通之后，你就会减少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之气，那你也可以增进很多和谐。好，最后一个无价的相聚时光。我的母亲今年70岁，那我很庆幸的是，在我大学的时候常常翘课在家喝茶。各位知道，茶一壶泡出来，一个人通常喝不完，我就是找妈妈天南地北。我想那段过程中是为人子女生命最珍贵的回忆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希望我的分享让你感受到台湾茶的美好，进而在你们各位的生命中开启属于自己的台湾茶的美好旅程。谢谢各位。